如果还以为人民币只是稳中微调，那就是忽视了中国正在用汇率战争偷偷自救的现实。2025年了，中国不再对美元举起白旗，而是在一场更隐蔽、更可怕的汇率操控博弈中，悄悄打响了逃离美国的生存战。对内降薪，对外贬值，对谁都没说出口的真相是，人民币对全球19国货币正在同步下跌。这不是巧合，而是蓄谋已久的战略性崩盘。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20日 ，TIFIS 人民币汇率指数仅为 95.92， 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个指数不是单纯对美元，而是人民币对全球25种货币的综合表现。更惊人的是，截至6月，人民币已经对其中19种外币贬值，包括欧元、泰铢、韩元、日元、新元、瑞士法郎，几乎全面溃退。其中最惨的是欧元，贬值幅度接近 10%，4 月底甚至一度跌至 8.44 元兑1欧元，创下11年来新低。此外，中国对泰铢也已经贬值超 7%， 对新加坡元贬值 5.6%， 对韩元贬值 6.8%。相比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却维持相对稳定，甚至在2025年上半年微升了约 2%， 目前仍在 7.16 至 7.20 区间内小幅震荡。这是一场刻意的选择性贬值，这不是市场情绪的问题，也不是国际资本外流的单纯后果，而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一场有预谋的政策操盘。我们先来看一组让人后背发凉的数据。2025年4月，美国对中国加征超过 100% 的惩罚性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暴跌 20%。2025年5月，即使中美达成协议将关税降低至 115%， 中国对美出口仍暴跌 35%。美国已经不再是中国可以依赖的出口大户，中国正在被美欧系经济体系踢出核心圈。这对一个出口立国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灭顶之灾。但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默默开启了自己的 Plan B， 不声不响地下调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此让出口商品在其他国家变得更便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还算坚挺，但对东南亚国家、欧盟国家、日韩、新加坡统统在贬值。这是一种只对世界便宜的策略，让人民币变得在你国家买得起，让中国制造变得你们不能拒绝。它不是主动投降，而是一次汇率武器的逆袭。日经亚洲6月23日的独家分析指出，中国已开始战略性转向非美市场出口。数据不会说谎。2025年4月，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增长 21%。2025年5月，对东南亚继续增长 15%。同期对欧盟出口增长 8% 和 12%。对拉美、非洲也出现政策驱动式爆发。东京帝京大学教授、货币政策专家陆口洋介直言，中国已经接受对美出口的崩塌现实，正在通过汇率策略强化与非美市场的粘性。这种战略性贬值虽然不被公开讨论，但它的作用极其明确，让人民币变便宜，让中国商品在非美市场变得无法拒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央行会刻意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稳定，避免被美国再次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真相是，美国已经看穿了这一切。2025年6月初，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这份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将中国大陆、德国、新加坡、越南、日本、韩国和台湾全部列入汇率操纵观察名单，并新增了瑞士与爱尔兰。你以为这只是外交上的敲打？不，背后的意味很深。美方已注意到中国的选择性贬值策略，
这是一种隐藏但极具杀伤力的出口武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瑟发文直指，最新报告虽然没点名，但财政部正在调整技术标准，未来某些国家很可能重新被认定为操纵汇率，中国首当其冲。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波动极小，对外则全线贬值的核心原因。北京在走钢丝，一边是保持表面稳定应对美方压力，一边是悄悄放水，让人民币对全球变便宜，尽可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出口业。然而，这场看似对外的策略，其实正在全面重构国内生活秩序。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实实在在的财富缩水。比如，2024年年底，1欧元还兑换不到8元人民币，到了2025年4月，最高时竟需要8.44元人民币兑1欧元。对留学生家庭意味着什么？每年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开销，硬生生涨了10%。赴日旅游、赴新加坡探亲，在东南亚投资养老的中国人，发现原本能换20万泰铢的钱，现在只能换18万多。人民币正在全球购买力全面萎缩，留学、旅游、海外购房全线加价，这不是政策调整，这是中产家庭生存压力的再度上调。当人民币悄悄贬值，牺牲的不是央行的数据，是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维持稳定，但资本的脚步已经说明了一切。2025年5月，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达1320亿美元，创下2020年疫情初期以来的新高。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超过20家欧美企业宣布撤出中国，包括知名的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医药企业。瑞银、中国欧盟商会等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70%的外资企业正在评估或逐步退出在华资产配置。外资 QFII 持有的 A 股比例从2023年高点的 4.3% 跌至2025年5月的 2.9%。外资之所以跑，不只是因为经济放缓，更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在动人民币的水位线来自救。这种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正让他们越来越不安。曾经信誓旦旦说中国市场不能错过的国际机构，如今正在清仓式撤退。中国外汇储备虽仍标榜3.2万亿美元，但真相是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真实外储可动用部分正在持续缩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虽然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总额依旧维持在3.2万亿左右，但这其中至少1.1万亿美元为难以快速变现的对外非流动资产，如“一带一路”贷款、海外基建投资。高流动性可随时用于干预市场的美元资产不足2万亿，其中大部分还需保留用于偿还外债或维持关键进口。再看人民币对非美货币大幅贬值，这将直接导致持有外币的企业与个人惜售美元吸力增强，进而推高市场美元需求。央行就必须不断消耗外汇储备来稳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句话说，人民币看起来稳定，实则背后在消耗中国的硬通货命根子。别忘了，亚洲金融危机也是从汇率失控开始的。1997年，泰铢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韩元、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等货币全面崩盘，外资抽逃，股市腰斩，房地产爆炸，整个东南亚一夜陷入废墟。2025年，中国是否正在重走这条老路？人民币对外贬值，市场预期不断下调。外资加速撤离，内需无力托底，中产投资出海意愿增强，实际却在变得越来越难。政府强控汇率，导致信号扭曲，长期来看可能造成突发性信心坍塌。东京大学中国金融问题研究员村上和志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指出，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在于短期贬值，而在于政策路径失去透明性。当投资人开始无法预判政策动向，危机就可能突然爆发。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真正的风险不是数字变化，而是信任危机。眼下，中国正用一场几乎无声的汇率战换取时间，通过人民币对外贬值，换来一丝对非美市场的出口喘息；通过稳定对美元，避免被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防止金融制裁；通过加强资本流动管制，避免资本出逃造成雪崩。但这种策略只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平静，背后是不可持续的结构性压力。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人民币贬值会不会爆炸，而是一旦市场不再相信你的汇率能够维持，哪怕只是一次突发事件，就可能引发金融震荡、资本逃离和社会信心全面崩塌。在这样高度内卷、出口疲软、内需低迷、信心缺位的时代，人民币汇率已不仅是经济数据，而是中国信心的最后防线。汇率不是抽象的，它会变成每一个人生活的刻度。你出国要花更多的钱，你海淘价格在不断上涨，你公司买的东西越来越少，你未来的选择越来越小。而这些都来自一个看起来技术性调整的名词——人民币汇率指数下跌。但它的背后是一整台经济机器正在自救，一整群中产阶层正在沉默，一整代年轻人正在放弃走出去的梦想。汇率不是抽象词汇，而是生活的刻度。变贵的学费、不断上涨的海外消费、缩水的工资购买力，都写在那张不断波动的人民币图表上。人民币贬值不是出口策略，是国运剧本；不是换汇难，而是生活在被换掉；不是是否关心，而是它正悄悄决定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边界。